欢迎继续收看焦点。身为一家银行的掌门人，黄祖耀日理万机，但是这没有影响他对教育的热忱。他重视母语教育，除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接受母语教育之外，他也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母语教育。黄祖耀也积极参与学校董事会的服务，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，他都慷慨资助，对母校更是不忘饮水思源。湖光树影，波光粼粼，环绕梦境般中正湖的，就是80年前黄祖耀求学的所在地。黄主席他对学校中正特别的一份情感，偶尔也会就到学校校园逛一逛、走一走。他也因此和中正中学结下不解之缘。1967年加入董事会。1995年起一直担任董事会主席。其实是一份很浓厚的一份情感啊，他也很热心于中正的那个进展。即使他高龄94岁，他还是继续了在主持这个会议，也希望说他这个饮水思源的那个精神，也能激发我们的中正的学子，就能有秉持这个价值观，对，继续毕业后也能回馈社会，为母校贡献。学校为了表达对黄祖耀的敬意和哀悼，星期一集会也进行了1分钟的默哀仪式。黄祖耀生前总会抽时间出席学校的活动，拉近和学生的距离。2021年底，虽然他已经过了90岁，依然以董事主席的身份出席参加南初的一个活动，并捐出20万元设立奖学金。与黄祖耀共事多年的中正中学董事会副主席许仁美博士表示，黄祖耀不会独占捐款的精神是好的。最近要翻新我们的大礼堂，那么大礼堂需要大概是1000万，我们就几次去找黄主席捐钱，他就说你们要多少钱我出一半，其他一半你们自己去找。我看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，因为办一间学校不是一个人做，所以他知道他一个人可以出完，他不要一个人独占，他要分给别人去分享。我看这个精神是非常伟大。除了出钱，黄祖耀也扮演领导角色。他在70年代担任了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。期间最棘手的任务，无非是吃力不讨好，来凑合南大和新大的合并，成立国大的艰难工作。当时呢，除了中国和台湾之外，南大是当年华校生深造的唯一选择。后来，由于英文的经济价值，促使华校新生逐年减少，这一点呢是南大创校先前所没有料到的。南大原址发展为南洋理工大学后，他似乎没有放弃对南大复名的希望。现在南洋理工大学，它的重点是理工的课程，所以希望呢，以后呢能够扩展。把他们的课程呢扩展它的范围呢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南洋理工呢就可以成为一个综合大学，然后呢，这个理工2个字呢可能就可以删掉了。黄祖耀2004年受委为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，尽管复名无期。这些年来，黄祖耀、黄氏基金和大华银行对南大的捐款已经达1600万元。黄祖耀对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支持，让他在2008年和2014年分别获得国大和南大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。黄祖耀对教育的关心，各界有目共睹。
而他对母语的重视以及如何影响他的孩子，则可以从他女儿在5年前接受新传媒访问时得到答案。除了送我到南洋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他也鼓励我进南洋大学，所以我相信我就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传统华文教育。再加上我是家中老大嘛，所以我父亲说你是老大，心就要大。是吗？真的吗？对，他总说心要大，你一心大的话，你就东西就不计较很多东西。心胸宽大嘛，还有什么东西好计较的？黄祖耀走了，留下来的是他的精神。希望学生能够对他的这份饮水思源的一个精神，作为一个启发，将来毕业后呢，能够为社会、为学校做出他们的贡献。他是胆大心细，大事情他非常大胆决定，小事情他非常谨慎，所以这个为人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希望能够秉承他的精神，继续为我们弱势群体贡献我们的每一分力。黄祖耀博士算是一个时代的伟人，他的个人事业非常成功，还有家庭也非常美满，也献身整个华社，非常热爱国家，是我们后辈们非常鲜明的一个典范，是一个楷模。